先说好了，这次要真见到脏东西，回去可得给我爹证明。你爹堂堂捕头，竟然被鬼吓得尿裤子啊！真是闻所未闻啊！行，你们就笑吧。我看你们要是真见了鬼，还笑不笑得出来？哎，走。鬼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没有。哎呀，鬼在那儿呢！啊！哎呀，你别瞎嚷嚷，小心把他喊出来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儿没有，咱去2楼。别乱跑！啊！哎呀，走了走了，哎，快走啊！哎呀，走走走走。你快走啊！咱们都到这儿了。有鬼啊！瞧把你给吓的啊！什么味儿啊？真有鬼也得熏跑了。你跟你爹呀一样没用，我看你尿裤子没有？尿了！别动我！我告诉你，我爹绝对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吓成那样。也许是这鬼今天出门了，也许……是不是你在那哭呢？父亲，您找我。啊，据说北城鼓楼多年闹鬼，给你5天期限，彻查此案。闹鬼？有鬼抓鬼，装鬼抓人。陛下对这个案子十分重视，事关是否可以在北城修建行宫，别让我失望。孩儿明白。哎，客官，公子，这边请，小小心意，啊，不笑纳。这是什么？哎，感谢公子的天籁，为我们招揽了这么多的客人。谢谢。
少在那儿给我装模作样，每次让你干活都这么的难，赶紧给我洗碗去。谢谢公子。挺好听的呀，天籁呀！啊！郝帅，啊！萨拉多罗，不好好干活，学人家吹笛，还吹风筝，想死是吧？怎么在你这儿？我说储藏宫找不到了，穆迪，看我不打断你的手！别吵了，别吵了，这笛子我买了。买？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张家木器。大兄弟，这笛子就归你了，好好吹，将来必成大器。我的呢？我的呢？想要钱，跟我来。皇上想在北城建行宫，却听说闹鬼，怕不吉利，让我爹查，我爹就推给我了。唉，我就知道跟你来没好事儿。像这种无聊事儿啊，找李治去。少废话，快走！北城地势阴寒，交通不便，不宜建行宫。回去就这么跟皇上说，省得他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。宫里的事哪轮到我插嘴？你瞎闹！哎，你看，你觉得这是什么造成的？反正鬼是没有脚印的。我听说上次有几个书生半夜在鼓楼见了鬼，吓疯了。是啊，其中一个现在还在卧床静养呢。我记得这原来是个酒馆，对吧？原来生意特火，后来掌柜病死就关门了。还挺别致的。把这重新装修，得花多少钱？你想开饭馆啊？那是我人生最大的梦想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夏沫，你吃什么呢？新鲜的，要不来一个？我不吃，我一直很好奇，天底下有你不吃的东西吗？夏沫，你别装神弄鬼了。夏沫，干点正经事能死啊！别闹了。嗯。这楼里
除了我们俩，还有别人？那这是？李治，我们去过了，那个地方果然有问题。累死我了！去哪儿了？鼓楼。是鼓楼闹鬼案吧？是。我不想查那个案子。为什么？说实话，近2年徭役严重，百姓已经怨声载道。如果能借此案，能够阻止皇上大兴土木，不查也罢。若要阻止皇上大兴土木，有很多别的办法。单凭鬼神之说，只怕敷衍不了多久。鼓楼闹鬼已经让周边百姓人心惶惶，我们有义务给大家一个真相。哎，说的对嘛，查案本身没有错。再说，这种大案还得李少卿亲自出马，方能将小鬼手到擒来吗？我们2个已经去现场勘察过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我觉得还是要从几日前鼓楼遇鬼的那个书生查起。你说呢？林公子还没醒吗？刚回来那天醒了一次，不停地叫喊着有一颗跳动的人头在敲门，然后就昏了过去。现在还没清醒。跳动的人头怎么敲门啊？没手啊。当初把我丈夫就吓得够呛，现在他又缠上了我儿子。头？谁的头？都说那头是郑小云的。他跟你们家有什么渊源吗？我想过，是这个镇的捕头。当初小云死的冤枉，我想过，却迟迟没抓住害死她的凶手，小云才会阴魂不散呢。这鼓楼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小云颇有几分姿色，不幸被幕上张家儿子看上。这张天霸，人称张黑手，手上有一颗黑色的胎记，平日飞扬跋扈，心狠手黑。有天晚上，他趁着酒意，就把小云给糟蹋了。小云羞愤难当，跳楼自尽。张天霸从此失踪，官府抓不到人，只能不了了之。从那以后，鼓楼就开始闹鬼了。见过女头还活下来的，只有林捕头一个人吗？据我所知，是的。就是不知道我的猫儿能不能有这个好命了。如果林捕头回来，你告诉我们一声。你看光顾说话了，也没给你们上茶。翠儿，快上茶。哎。林茂是在草丛里第2天才发现的，是谁把它转移了呢？我们去的时候还看到桌上有供奉的水果饭菜，新鲜的。
如果是供奉的话，谁最有可能呢？还用问吗？小云父母啊。不对，案子已经判下来了，并不是桩冤案，只要找到张天霸就行了。小云父母装神弄鬼，有必要吗？而且他们究竟怎么装神弄鬼，才能把人活活吓死呢？哎，我是李少卿，上官大小姐，咱们能先安安静静的吃顿饭吗？明儿一早到小云家看看就清楚了。我这个爹当的真没用啊！好不容易讨回个公道，还让张天霸那个混蛋给跑了。我就是这样下去，那也没脸见我的女儿啊！你们二老每天都会去那鼓楼打扫供奉吗？孩子是死在那里的，我去那伤心地干什么呀？当初小云跳楼，这身体被摔得粉碎，我现在想想都觉得痛心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老夫妻也只是每年在坟前祭奠一下，那个地方我们再也没有去过。我们能否查看一下小云的尸体？这对找到张天霸有极大的帮助。不用你们了，让我来。哇，好期待，好期待啊！陈年的尸体还真是难得一见。哎，你们猜猜腐烂到什么程度了？还剩多少皮肉？猜猜嘛，他骨头怎么碎了？他是摔死的吧？其他部位你就别管了，你就看一下他的头还在不在。安葬的时候也没有好好清理一下，是头在不在？谭双叶，干嘛？头，麻烦你检查一下。这头盖骨都撞得粉碎。头盖骨碎了。这么说，头还在。走了。哎，小云的头还在，那又怎么了？说明鼓楼上的人头不是小云的。还吃什么呀？我想，一定是村民见尸身零碎，所以才以讹传讹，认为尸体是没有头的。那鼓楼里跳着的那个人头是谁的？这些迹象只能说明有人在搞鬼。受害人都查过了，再去张天霸家里查查吧。他家是长安顶级木商，这笛子就是他们家做的吧？音色不错。苏武牧羊，吹得不错。你是知音，不能白听。快给钱。哎，张掌柜，我买过你们家青蛙，上紧发条就能跳。哎，后来发条松了，能换吗？闭嘴！不知几位今日到此，所谓何事啊？知道你儿子现在在哪儿吗？我要是知道，早送官府了。不省心的东西。
你经常去鼓楼吗？是的。你怎么知道？随口问的，不然还有谁啊？因为我对郑家有愧啊，为了给我儿子赎罪，就经常去祭奠小云。那你有没有见过那棵道？我那可都是白天去的，从来没有见过那传说中跳动的头。对了，你每次拿去供奉的食物，会被人吃掉吗？那供奉的食物我每天都换的，没有人吃的。可惜那些食物了。站住！官人饶命！官人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官人！官人饶命！饶什么命？问你点事儿。我问你，张天霸之前都爱在什么地方喝酒？回官人，在宜春居。你走吧。这仆人明显被打怕了，刚才所说的恐怕都是事先嘱咐好的。等会儿我再让三炮去宜春居打听打听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回去查一下所有城门的出入记录，把所有跟张木商有关系的人找出来查证。那可是件大工程啊！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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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都是张木商送我的好东西啊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能不能把这破玩意儿扔了？画什么呢？洗碗去！哎呀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我呀，给你设计个木质的小玩意儿，没准啊就能帮你自动洗碗了。哎，你怎么抹杀别人的创作激情呢？怎么就你一人来了？老大呢和紫苏姑娘去了林家，那个林捕头啊是唯一一个看见人头然后活下来的人。对了，他还是当时调查此案的人。别扯闲篇啦，你都查到什么了？我查到张天霸是张木商的儿子。这不是废话吗？因为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特别宠，宠到没有生活自理能力。据说啊，他出事之前啊还没断奶呢。真的假的？这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我跟老大没有查到他的出生记录。我觉得啊，他离开他爹超不过3天，准饿死。那也可能是他爹把他给藏起来了呢。不对。据说中书侍郎把他的家查了个底儿掉，都没有发现张天霸人，而且当时贴的都是告上，有人发现肯定会报官的。我可怜的猫儿怎么说走就走？你走了娘可怎么办呢？你是说，林公子是我们走后当天死掉的？我可怜的孩子，临走的时候他还在喊鬼。那林捕头还没回来吗？可能是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吧。他在白龙镇2、3天就能赶回来。猫儿出事当天，我就给他写了信，可他到今天都没回。来人，通知三炮，赶紧去趟白龙镇。林捕头应该知道内情，现在可能有危险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得令。您这边请。旷工1天，今天一样没有晚饭吃。晚饭都诱惑不了你了，看来这案子不小啊。刚才双叶来找你，咋咋呼呼吹半天，好不容易才把他哄走，非说自己破了一个什么大案。
哎，双叶破案，死的人呢，好像叫张天霸。张天霸，张天霸。这样的话，一切都合理了。可以，四娘。哎，你刚才跟我说谁死了？你快死了。都小心点。好。这边，找仔细了啊！来，小心点儿。来这儿。哎，好，来，这边哪里？来这边。看仔细，看仔细。又捞到一条腿。嗯。这尸体也都烂成这样了，你怎么知道会是张天霸？因为我聪明啊，给我加3倍俸禄，我就告诉你。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张黑手吗？太信任了。你不是说你破案了吗？犯人呢？抓走了呀。这么快？本姑娘办事讲求的是效率，哪像你们似的磨磨唧唧、拖拖拉拉，大姑娘绣花似的。谁这么倒霉当了替罪羊？哪去了？什么替罪羊啊？他已经认罪了。谁呀？哎呦，就当初这个家伙强奸了那女的的爹。什么？啊？他怎么找到张天霸的？他说他女儿附了他的身，替他报了仇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死亡时间能判断吗？已经在水里泡了1天1夜，再加上7零8碎的，很难判断了。不对，这事有蹊跷。你看好这里。怎么会这样？确定是张天霸吗？他怎么这么容易就死了？紫苏，你去郑家卧室、床边看看，有没有迷香的残渣。好。草民已经为女儿报了大仇，官人，请转告草民夫人，好好活着。草民无怨无悔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的儿子！既然如此，就将人犯押赴刑场。且慢！大理寺少卿李治。李少卿啊，我怀疑郑守敬是被诬陷的，要求重审。少卿，李少卿，哎呀，那个郑守敬已经认罪了。郑守敬，我要你重述一遍作案过程。草民前2天一直梦到小女喊冤，小女说呀，她要自己查出张天霸藏身之处进去报仇。昨天晚上，草民竟然被附身了。怎么附的身？我正在睡觉，突然一道亮光出现了，草民当即头晕目眩。随后依稀记得，草民一手拿着刀，站在河水边与张天霸撕扯。给我住！偿命啊！刀，放下，放下！等到草民清醒过来，这天都已经亮了。草民躺在河岸上，
身边都是他的残肢断臂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记得案发过程，对吧？双燕，你来看看这儿，刀疤，这应该是旧伤，这人是个练家子。确定？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水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萨摩，萨摩，我找到那个迷香的渣子了，你要看吗？萨摩，萨摩，我知道核心所在了。刚刚郑守敬说自己被附体，与张天霸厮打，案发现场非常泥泞，而郑守敬的鞋子几乎没有沾到任何湿泥，这可能吗？少卿啊，说不定是他杀人之后换了双鞋呢。依我看，既然人犯已经认罪，那么就这么判了吧。人犯郑守敬，等等，等等，张天霸没死，何人大胆私闯公堂？官人，张天霸并没有死，死的是林捕头。凶手想故意留下线索，所以会在河边抛尸。草民在死者残肢上发现了好几条刀疤。哦，那又如何？官人，张天霸从小养尊处优，而尸体四肢布满刀疤，皆是旧伤，这说明死者是习武之人。满口胡言！他怎么可能打得过习武之人呢？官人，我也并没有说过凶手就是郑守敬呢。不是郑守敬，那是谁啊？杀害林捕头的肯定是个高手，据草民推断，应该是受雇于某人。而我们发现，河岸的残肢之中，只有那只手，确实是张天霸的。你这说的，本官是越来越糊涂啊！道理很简单，木商砍断他儿子张天霸的手，加上林捕头的尸体，企图伪造成张天霸死亡的假象。随后，他利用郑守敬报仇心切的心理，再嫁祸给郑守敬。官人，冤枉啊！嫁祸？那他是如何做到的？我们在郑守敬卧室的窗边发现了迷香的残渣。常言道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最近我们登门调查小云的案子，晚上他自然会做关于女儿的梦。张木商正是利用这一点迷晕郑守敬，再把他带到了河边，通过张天霸对郑守敬的推搡，让郑清醒一下，产生短暂记忆。随后，郑守敬体力不支而倒下。这时候，他们就趁机伪造现场，利用断手引导大家对死者身份的猜测。只可惜，林捕头常年习武，一身肌肉，再加上刀疤，这些都不是身娇体贵的张天霸应该有的。官人，这完全是胡乱捏造，无凭无据。张木商，您别着急啊。张天霸强奸小云之后潜逃，木商爱子心切，于是将儿子藏在鼓楼，再以闹鬼之说驱散百姓。张木商承认，自己每天都会去鼓楼祭奠小云。说白了，那些水果饭菜不是给小云，
而是给自己的儿子准备的。他说祭品从来没人吃过，可我去的时候，发现桌边有半个馒头，还有啃过的猪骨。所以很明显，张木商，你是在说谎喽。至于他为什么要杀林捕头嘛，就更简单了。几天前我去过林捕头家，发现他家虽然十分简陋，吃穿用具却相当考究，连茶杯都是官窑的。试问，区一个捕头，哪来这么多钱财？恐怕是当初他搜查张天霸的时候，就帮木商演了一场见鬼的好戏。如今林捕头的儿子被那女头吓得半死，林捕头势必会说出真相。与其坐等被揭发，不如杀人灭口，再把他尸体假扮成张天霸，一箭双雕嘛。可是那闹鬼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首先呢，鬼哭其实呢原理非常的简单，因为鼓楼门窗有的被钉死，有的则就故意开着，这刚好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木哨。草民去鼓楼时，越往上走，鬼哭声就越大，因为高处风更大，只要有风，就能吹响着巨大的木哨了。人头又是怎么跳动的？张家曾卖过一个木质的小青蛙，内有精巧机关，上紧发条就能跳动。人头跳动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哦。鼓楼的楼梯上有圆形的印记，就是伪装成人头的木球所致。张木商费尽心机，只是为了把张天霸藏在鼓楼里。证据呢？证据呢？没有证据，一切都免谈。张木商，别着急呀，证据当然有，证据就在鼓楼的地下。按理说，人摔倒在地面上不会发出这样的声响，除非是地下被人掏空了。所以我才推断，5年前强奸郑小云的张天霸，就藏在鼓楼的地下。哎，你们给我轻点儿，轻点儿！哎，我说你们怎么回事？抓个人至于这么费劲吗？我一个人撑了很久哎。爹，我的儿！娄知县，现在可以判案了。张天霸强抢民女，致人死亡，又装鬼害人，累及多条性命，父子同罪，即刻斩首。这儿啊！爹！儿啊！救我！救我呀！爹！爹！救我呀！爹！爹！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去哪儿啊？我说你一天到晚不好好看着店，你看着我干嘛呀？我看着你看店呀。那个木商不是被抓了吗？啊！他们店里所有的木器都打折甩卖，看看咱们凡是需要什么，好多需要的，不三不四。不是，翅膀长硬了是不是你们？啊，走！你们俩谁是老大？想偷懒啊？不三不四，他的工钱归你们了。谢谢啊，我们保证不打折他的腿。